嘿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25号星期六，周末了，大街上都安静了。刚才从楼里出来，碰见可能也是住同一栋楼的邻居，可能玩了一宿，喝大了回来，正蹲地下开门呢。然后特别逗，我们那个楼是这样，大门是不锁的。然后呢，进去以后是信箱和快递柜，然后里边那个还有一道门，那个门是锁的。然后大姐以为她可能进到了第二道门，我看她蹲在那不锁那个门那儿，跟那开锁，然后一边开锁一边念叨。然后我从里边出去，特别尴尬，好像对方一下酒就醒了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，还是睡得不好，早醒，又是1点多。今天上午还有个事儿，所以今天咱们少聊2句。下午1点半北京时间，我们直播间见。我回去处理完事情得睡一会儿。今天感觉到累，整个人状态都不太好，尽量。但今天准备的内容都少了一些。再加上这几天刚旅行回来，前段时间发的视频也都是在其他地儿拍的，小伙伴们的就想聊的那个跟跑步有关的问题不太多。行，那咱们一会儿聊那咱们就抓紧开始聊。有小伙伴说，那天我说日本马拉松排名那个，说国内也有啊，数字心动，我知道呀。在那之前我就有其他的网站在做这个事情。我说的是1年1度的年龄排名这个事情，然后印成一个杂志的附录，就是还是有实体的，然后有电子证书。今年他们已经是第20次了，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做了20次了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值得学习，因为它还拉动经济，因为你会花钱买这个杂志。而这个事儿其实特别简单，因为我们正好就有这个条件，我们也是数据集中管理。像有的欧美国家他可能做不到，但是我们这真的能做到。但就是刚才这人，我到大阪的前几天碰到的那位，我跟着他跑了一大圈，那时候也是身体状态不好，因为太忙了那段时间。我记得那一圈跟他勉强4分的配速，觉得特累了，那不是我当时的真实水平。然后 BTC 这件背心儿挺好的，就起码有个性。就是这样，我不是一个严格的实用主义者，我就是说白了，有钱难买我高兴，我喜欢。它肯定不是顶级的竞速材料，这一件它就成心弄成这样的。今年市售的那款高级材料的我也有。这订阅$1501年。有小伙伴问订阅后怎么拿到背心儿？您订阅后会给您发邮件的。另外一个小伙伴说，都是400公里1个月，平均配速440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平均配速410，在都不做其他事的情况下，比赛中440的肯定跑不过410的。您说的也对，也可能略微有局限性。我以前对您的这个说法也是深信不疑的，但是也要看阶段，就是这2个人处在什么阶段。如果是处在3年前我的那个阶段，您这话100%对。就说白了，如果都是在3小时左右成绩的小伙伴，您的这个说法一点毛病都没有，而且差距会特别大。这2个人，
但是再往前进呢，我们要有一个假设就是耐力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情况下，那就得提高速度，还有速度耐力。而这两件事情呢，无论是410还是440，如果您已经需要这个训练了，那这两个配速都不行，都不够。就是如果一个月我跑400公里，永远是这一个配速，几乎就摸到天花板了。那怎么能撞破这个天花板呢？就要我的不成熟的理解，现阶段的理解，就是要突破绝对速度。你看去年1年，我把我的绝对速度从3分30推进到了3分14，就是说1公里啊。所以呢，现在我跑3分25左右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如果跟团队跑，自己跑会稍微有点顶。但是呢，在1年多前，我如果自己跑，我觉得3分40就很顶了，就有点像那天3分25的那个感觉了。而那天那3分25是在旅行中很疲劳的状态下，我也能顶到。然后我的亲身感受是，能跑3分14的绝对速度的时候，在比赛中再跑3分45，你整个身体的状态会更游刃有余。然后我也试过，但是我没跟大家直接说过，就是你们可以看我有时候拍那种，我说我冲几组啊，这种冲的时候挺快，然后呢组间就慢跑，这样的时候这1公里的平均配速跟之前我没冲之前，比方说现在我说咱们从下公里开始冲几组，就上1公里和这公里其实平均配速差不太多，快一点有限，但是体感就完全不一样。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前提，我觉得没错，对绝大多数人都没错。因为我也不谦虚的说，就是业余跑者跑到我这个年限还这么跑的，其实已经是少数了。今天下午直播给大家看看那个杂志的附录，它后边还有一个金字塔来展示年龄段这个事情。大多数小伙伴都停留在3个半小时到2小时50之间全程马拉松，我就说成年男性啊，在这个阶段您说的没错，这个阶段就是训练量越大成绩越好，训练量就是强度和距离。那天说地名的翻译，就我去这几个地儿，它确实啊，有的时候出去玩玩也长知识，或者说也不一定，就是咱们2个评论一起回。还有一个小伙伴说的是，我跟家属性格合适，都是喜欢休假那种旅行度假式。因为我们的理解是这样，就是我喜欢看东西，就是在屏幕前看东西。然后呢，现在是不读书了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没那么长时间的专心的能力了。但是原来也读，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呢，从画面上去看，可能也就够了，就是景点儿。但是呢，有些东西你不真实去体会去看，就是去到那儿，这城市的感觉你感觉不到，那这些得亲身感受。地名的翻译也是，小伙伴说翡冷翠，对吧？佛罗伦萨，我觉得不能说，我也不好说哪个好哪个坏。比方说再别康桥，是不是？现在翻译成什么我都不知道，它都是翻译名字，我觉得也是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。我不成熟的理解是，可能如果这个外来词来的时候，到达的这个民族处在自信爆棚的时期，它的翻译就偏向自己，反过来呢就偏向别人。可能大家都一样吧，无论是大的个体还是小的个体。
咖啡喝了不耐受，还要不要喝？那就不喝呗，因为咖啡不是必须的。就是如果您咖啡耐受，喝了确实觉得运动起来有精神，就喝。它肯定不是万能的，没有一个东西是万能的。但是这次去马耳他见我那位朋友，他以前是咖啡极度不耐受。抱歉，今天风有点大，而且他那个不耐受并不是喝完以后难受，他是不代谢。他现在也开始喝咖啡了，说人到了年纪，下午实在是太困，老喝茶，胃不太好。他说，我有时候是咖啡喝不好了，胃会不舒服，但是呢，我又需要它，所以人跟人差别还是挺大的。说布达佩斯的物价是挺便宜，真的挺便宜，感觉比大阪还便宜一点。大阪我就觉得其实物价挺低的。您来旅游跟我在这儿生活不一样。你看我那时候来日本旅游的时候吃饭，人均2500、3000日元，就是100多块，觉得好便宜啊。但我在这儿住就不是这样了。昨天中午出去吃饭，我们去吃一个还是板前的寿司，我原来跟大家分享过的，特便宜，110日元2罐，税后，我们两个足吃，花了100出头人民币。这儿你要是吃午餐那种工作日午餐，便宜点的能够做到可能600多日元一个人。但是就是你看我去了这些国家以后，包括之前去一些国家，就发现越发展以后，这个国家的物价的两极化就会变少。就怎么说呢，就是这东西用大白话说，就再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儿去了。就像现在你看国内大城市也已经买不着，像我小时候说搓堆儿买西红柿买苹果已经没有了。高的那一部分呢会更高，但是呢受众会变少，就普通人就不再想了，因为早晚有一天阶级会越来越固化，至少在现在的情况下，像我就不想那些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最好呢？其实就跟跑马拉松减肥什么的练块一样，新手期或者像三体里说的叫什么田园时代是最好的，就大家都有梦想，都觉得我的梦想可以实现，并且呢都看到了希望。所以那天跟大黑原先生聊，他说就看那位观众20多岁，后来他跟我说给他一次机会他也不回去，我说我也不回去，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。你说我现在39岁，回到20岁又能怎么样呢？你再过这10几年不一定有这10几年精彩，而为了就真的能实现这个，你可能以后的几十年也不一定就能更好。明天这儿就是铁人3项的比赛了，拱门差不多就在前面这块儿。我记得去年这时候都搭起来了，今年没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是不是换地儿了。看看啊，看不清啊。最后一个说320的配速拍出来，一看这看起来挺慢的。对呀，就比方说我现在，我觉得我的腾空就跟本田先生一样，但是其实真的不是。就大多数人跑起来，在外人看起来都不好看。你包括职业马拉松运动员，你在电视里看你也不觉得快，你真的觉得快的都是场地竞技，400米、800米、200米、100米。但是你要是职业运动员，你亲眼在路边看，你能看出快来。像我这样的，就在3分半以外的，你看着就跟散步一样，但是自己感觉强度特大，心就觉得自己特了不起，感觉都要飞起来了。左边已经搭起存包了，
这明天要是再一下雨，又是一片大泥地。哦，今年是不是把拱门弄在那儿了？可能是。行，我准备的都回完了，咱们下午直播间再聊吧，好吗？但确实有点累，我现在跑了7公里。如果现在跑到喷水池那儿掉头回家的话，差不多是12公里。行，那这么着，咱们训练之后见。哎，5月25号星期六清晨6点27，第4个训练日训练结束，一共跑了14公里。从第8公里开始到第13公里结束，这5公里，每公里都是200米慢，300米快，等于是10组300米，简单冲了冲，没有冲到特别快，3分40左右吧，觉得特别困，也就跟熬夜那种困，不是说能睡着那种困，得再调整2天。整体的平均配速4分52，平均心率136。冲那几组，其实300米心率冲不到最顶端，也就是150多、160就差不多了。后来看见了本田先生，看见了田中先生在训练。今天上午有个事儿，下午咱们1点半北京时间直播，然后明天上午呢可能去看大阪城那个铁人3项，然后明天下午呢在大阪那个就是大阪港那边有一个商圈，那儿有一个精酿啤酒的啤酒节，是免票入场的，去看看去。差不多是周末休息休息，然后争取把时差全都弄过来。这肠胃也跟着不适应，这2天老是吃完东西就胃酸，调整吧。所以有时候我也感谢有屏幕前的各位，有咱们这个小频道，能够督促我，让我在不是很好状态的时候也能很努力的或者相对努力的去训练，否则的话可能今天就懈怠了。后来我一想，我刚才说就是关机之前说冲几组能怎么样，我说那就冲几组，有好几次其实都是这样。这也是我一个小窍门，就是如果你跑到8、9公里状态还不好，特别不好的时候，不妨就冲一冲。那时候在北京时候在故宫有好几次都是因为这个缘起才冲几组，冲完了以后，你就感觉就痛快了，然后整个的状态呢也会好一些。马拉松有的时候还是心理的斗争，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午直播间见，好吗？